5个月来，我们看到了香港出现了太多的惨剧。从刚开始有人跳楼，到后来在海上发现浮尸，我们看到的所有被捕的人，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今天我们听到了，连续几天来，香港警察试图占领中大校园。大家现在都应该清楚了，他是奔着中大里面的香港互联网交换中心。这是我们知道的光纤之父高锟为中大申请的。在他还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之前，他担任过中大的校长。我们看到的这种一夜之间打进去2000多发催泪弹、布袋弹，这个数字听起来不像催泪弹，而像机关枪了。大概有2个月了，我看到有些人把香港形容成新冷战的前沿，是一个新的柏林。但是柏林是苏美争霸时间我们看到的这种东西2个阵营的分界点。大家都知道柏林墙，柏林墙把柏林一分为2，但是它有2个特点。第一个，西柏林是一块飞地，因为苏联曾经发过一个通告，封锁过西柏林。西柏林曾经完全靠美、英、法3国的空军进行空中运输，最高峰的时候，一天的运输量达到了12000多吨，平均63秒降落一架运输机，将近1年。为什么呢？因为美国认为不能向苏联低头，一定要保住每一寸土地。苏联从此以后没有对欧洲进行任何试探，也没有再试图占领过1寸土地。第二个，西柏林是美苏分界线，或者说当年的英法美苏4国军事分界线。西柏林是明确的西方阵营。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些人把香港形容成柏林，这应该来说是不太准确的。因为从97年以后，我们可以明确的知道，即便依据国际法，香港也不存在脱离于中国大陆的这种管控的可能，至少目前没有。我们看到从69开始，就有人在挥舞着英国国旗，但是英国他更多的表态都是口头上的，而且还搞了一个沪伦通。他自己在忙着脱欧，他自身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对香港的支持只能说是口惠而实不至。
美国能够给予的支持很少。即便川普在发表着针对中国的经济演说，他也只是在说中方非常想要一个协议其实我们也想要，我们要一个对美国最有利的协议。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放弃与中方达成一个第一阶段的协议。那么也就意味着美国最多也就是国会出台涉及到香港地位的几个法律，人权与民主法案，在保障香港市民表达政治诉求的同时，免除他们对今后因为刑事记录而带来的签证甚至移民方面的不利。那么引用全球马格尼兹奇法案，针对香港以及中国内地部分涉及到支持在香港过度使用暴力的、压制人权的这些官员，针对他们进行一些制裁。美国人现在能做的仅此而已。我们看到了蔡英文总统有一个表态，希望全球都能称香港。他在说，香港的民主正在受到大陆的腐蚀，台湾是抗争中共威权的前线。前面一句没什么毛病，后面一句呢有点虚，是吧？香港是前线，学生们在保卫中大，台湾目前还比较安全。现在内地呢，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信息很有限，很多人都把香港市民要求反送中，要求保障他们的选举权，要求按照中英当时达成的协议，履行在50年之内给香港人的一国两制。但是中方所有的舆论宣传都把这些诉求要求更多的自治权，履行当年的这个诺言，引申为港独，认为香港人是要把香港分离出去。谁接收呢？我们甚至看到了在中大的校园中，在运动场上升起了中华民国的国旗，但是没有人接盘。问题就在这儿。在香港的警察已经肆无忌惮到不仅在当街抓捕，而且直截了当的用普通话在对话。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看到，这些警察有很多都不是香港的，来自于大湾区的警务互助。按照中共自己公布的大湾区条例，那么警力也是可以互相调配的。所以目前在香港出现的这些警察，被人们称为黑警的，有很多根本就是军人，甚至是防暴处突的广东的警力。有没有驻港部队参与，现在还不能确认。但是至少有一点，今天香港的警队已经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了，所以今天看到的丑闻也非常多。应该来说，皇家警察这块牌子早就被他们扔掉了，他们已经完全大陆公安化了。香港人快速地迎接了一场转变，
他们今天所遭遇到的一切，是在打着一场没有后援的战争。归根到底，还是香港的定位非常尴尬。在目前现行的国际法中，它是属于大陆管辖的。我们看到的所有西方国家，只能给它道义上的支持，没有可能出现任何实质性的接触。香港是一个多国籍的聚居区，或者叫国际化大都市。即便中大的校园中也有很多外籍的学生，你就是升起一面美国国旗，也不会有美国大使馆介入。你升起一面青天白日，台湾的经济代表处也没有派代表过去支援。英国人那就更甭指望了。川普在忙着试图与中方签订协议，逼着中方答应曾经答应过的这些条款。现在看起来好像即便传闻中的农业方面的条款都不太可能达成，但是他至少需要一个希望，是吧？期待中的协议，因为这份协议对世界经济的震动是相当大的。哪怕这份协议暂时不签，只要挂着，对全球的经济复苏都是有好处的。他有他的问题要解决。香港问题从出现到现在，他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筹码。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国会议员亲自到香港实地去接触这些市民，但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仅仅是国会发出了一些声明，议员们在联署一些法案，尽可能保障香港目前的独立关贸地位，以及香港公民在签证上的这些便利。到目前为止，也就只能做这些了。香港从来就不是柏林，这是历史上的定性问题。所以宣传终归是宣传，意义不是很大。而且我看到有些人把香港的今天形容成30年前的64，其实这是两个概念的事情。64本质上是一帮天之骄子，希望共军能够和平转型，能够带领中国人民更快更好的走向现代化。64是一个公车上书，香港的今天是要求中央政府履行诺言，这是两个概念的事情，不要把它含混的搅在一起。历史上所有出现过的这些运动，过去了就过去了，一定要清楚的知道，只有相似的事件，没有相同的案例。历史从来不会简单的重复。其实今天的香港看起来更类似于韩国曾经出现过的民主运动，就如同蔡英文说过的一样，在白色恐怖期间，军警也会冲进校园。失踪的、死亡的这些人，对政权提出异议的抗议人士，在智利的军政府时期、皮诺切特时期也出现过。即便今后民主化了，我们看到的也是类似于法官这些团体出来道歉，他们当年没有做到更多，没有保护人民。今天的香港其实也一样，
所有的事态都已经结束了，现在坚持的就是清廉。他们认为未来是他们的，所以他们要争取，他们要力争保住自己仅有的自由。香港的商人其实没有站在第一线，香港的法律工作者也没有站在第一线。香港现在站出来的只是几个教授，包括中大的前校长，有一些议员勇敢地承担起了自己的责任，但是目前还不够。国际社会没有明确的援助，仅凭道义上的支持，我们只能看到香港的清廉还会流血，事态还会升级。今天你已经能看到，在港大的上空出现了直升机。明天呢？是不是会用军人来突击呢？更血腥的镇压，其实是可以猜测到的。因为川普今天的表态，他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巨大的问题，生产链已经被切断了。中方急于想达成一个协议，美方也想达成协议，他重复着在说着类似的话，其实也是在给中共吃定心丸。香港问题就是这样，每一次在川普往后退一步的时候，事态都会升级。共军总有一天会真枪实弹的闯进校园，下一步迎接学生们的可能就不是催泪弹了。我们都希望香港人能够挺住，但是我们做不了太多，我们只能关注这个点，希望香港能够引发中国内地变化的人，我知道有很多，但是很难。这是长久以来形成的一个对比。中国内地的民众已经被打压了几十年了，他们知道有些事儿不能干。看到香港人现在这么勇敢，即便知道实际情况的，只是在期待有更多的国家站出来支援他们。所有的勇敢都是被一个一个的势力激发起来的。现在我们还看不到有哪一个国家真正站出来，站在香港这一边，我们只能继续期待。好了，谢谢大家，再见。